你敢相信吗？为什么全球最重要的3家 AI 公司 OpenAI、Google DeepMind 和 Anthropic 几乎在同一时间把目光死死盯住了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它人口不到600万，国土面积甚至还没纽约市大，却正在疯狂虹吸全球最顶级的 AI 资本、人才和企业。更值得玩味的是， Anthropic 背后站着亚马逊和谷歌， OpenAI 背后是微软，这些在硅谷打得不可开交的科技巨头，却在一件事上达成了高度默契，把新加坡当成全面进入亚洲的战略桥头堡。问题来了，为什么是新加坡？为什么不是东京、首尔或者香港？当这3大巨头同时加码新加坡，这到底只是一次普通的商业扩张，还是一场全球 AI 权力版图的彻底洗牌？ Anthropic 作为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模型开发商之一，他们家的 Claude 系列早就成了 OpenAI 最头疼的劲敌。更关键的逻辑在于， Anthropic 代表的是全球 AI 产业链的最核心层，也就是基础模型层。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科技产业史，有一条铁律从未被打破：谁掌握了基础平台，谁就锁死了整个生态。微软靠 Windows 统治 PC 时代，苹果用 iOS 拿捏移动互联网，而今天的大模型就是下一代全球数字经济的底层基础设施。Anthropic 选择落户新加坡，意味着全球最顶尖、最核心的 AI 算力和研发能力开始向这里实质性转移。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招商引资，这是国家产业地位的直接跃升。这就好比20年前，华尔街的顶级投行开始成群结队地把亚太总部搬到新加坡。当时很多人觉得只是多了几栋写字楼，根本没人意识到一个世界级的亚洲金融中心正在成型。而今天的 AI 产业正在以10倍的速度重演这段历史。很多人看到这些巨头来新加坡，第一反应肯定是因为东南亚6亿人口的市场够大。真正让巨头们下定决心的是新加坡手里握着全球极其稀缺的4张底牌。第一张牌，地缘政治的中立性。现在的 AI 竞争早就不是单纯的商业互搏，而是大国博弈的直接武器。美国严控先进芯片出口，中国加速构建自主 AI 生态，欧洲直接甩出严苛的 AI 监管法案。在这种全球科技高墙林立的背景下，跨国企业太需要一个既能紧贴亚洲经济引擎，又能避开冲突前线的中立安全区了。新加坡完美契合。第二张牌是极致的区域辐射力。从新加坡飞出去，几个小时就能覆盖东盟、印度、日本、韩国甚至中东。设一个办公室就能盘活整个亚太的业务网络，这运营效率对烧钱的 AI 公司来说太致命了。第三张牌，高净值企业客户的密度。别以为 AI 公司靠普通网友充值会员赚钱，真正能让他们实现盈利的是企业级大单。新加坡 CBD 里挤满了跨国银行、主权财富基金、能源巨头和航运霸主，这些可都是最需要 AI 降本增效且预算最充足的金主爸爸。最后一张牌是极具确定性的监管环境。新加坡是全球最早推出 AI 治理框架的国家之一，企业清清楚楚地知道红线在哪，风口在哪，在乱局中提供确定性，这本身就是一种降维打击的竞争优势。但你以为有了这些就够了吗？这只是第一步。把时间轴拉回20年前，当第一批国际投行试探性地进入新加坡时，坊间的声音也是不以为然，觉得不过是租了几层办公室。但后来的剧本我们都看到了，银行先扎根，接着基金公司涌入，随后家族办公室，全球交易平台全面落地，最后顶尖金融人才疯狂涌入。一套组合拳下来，亚洲顶级金融中心彻底成型。今天我们在 AI 产业上看到了极其相似的操盘手法。第一阶段，巨头先来立下山头， OpenAI、Google DeepMind、Anthropic 已经全部就位。紧接着的第二阶段就是创业公司和应用层企业闻风而动。
第3阶段资本大举跟进，第4阶段全球人才汇聚，到第5阶段，一个完整的自下而上的 AI 产业生态就彻底锁死了。接下来的1-2年内，你一定会看到大批的 AI 安全公司、咨询机构、芯片服务商和算力基础设施供应商在新加坡疯狂抢地盘。这就是产业经济学里最经典的集群效应。一家巨头改变不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基本面，但当一整个赛道的龙头企业同时在同一个坐标打卡，这往往意味着一个巨大的产业历史拐点已经到来。不过，要接住这个拐点，新加坡还有一个致命的瓶颈需要突破。很多人觉得，招商引资最难的是把这些心高气傲的 AI 巨头哄过来。其实完全错了，真正卡脖子的是人才。对于这些不差钱的巨头来说，顶级写字楼可以租，几万张 H100 显卡可以砸钱买，但能推动大模型迭代的顶尖大脑是买不来的。如果你仔细扒一下 Anthropic 在新加坡发布的招聘岗位，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们不仅在招写代码的工程师，还在重金招募经济学家、政策专家、风险评估员、法律顾问，甚至产品战略操盘手。这个动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AI 行业的草莽时代结束了。过去大家都在卷模型参数、卷跑分，但未来比拼的是谁更懂垂直产业的痛点，谁更懂复杂的社会伦理，谁能吃透各国的监管政策，谁能把技术变成真正落地的商业合同。所以，新加坡未来5年面临的最大挑战，根本不是再多引进几家 AI 公司，而是它现有的教育体系和引进机制，能不能快速孵化和吸引到足够多的这种复合型 AI 人才。因为在接下来的下半场，决定 AI 国家队胜负的，早就不是单一的技术长板，而是一个毫无短板的生态系统。绝大多数人都严重低估了新加坡在这个牌桌上的野心。过去几十年，新加坡倾尽全国之力打造了亚洲金融中心，而在未来10年，它的终极目标是再造一个亚洲人工智能中心。你仔细琢磨一下，这背后的底层逻辑简直如出一辙。金融中心的本质从来不是那些玻璃幕墙的银行大楼，而是对全球资本流动方向的绝对掌控权。同理， AI 中心的本质也不是几家大厂的亚太办公室，而是对前沿技术、顶尖人才、海量数据和巨额投资的调度权。当全球最聪明的钱和最聪明的大脑都把新加坡当成大本营，新加坡赚的早就不是那点税收和解决几千个就业岗位了，它赚取的是未来20年全球 AI 时代的话语权和定价权。这也是为什么新加坡政府最近几年像疯了一样，疯狂推进国家 AI 战略 2.0， 砸重金搞算力基础设施，推出国家级 AI 治理框架。所以 Anthropic落户新加坡，真正值得关注的，从来不是多雇了几百个人，也不是多租了一层 CBD 的办公室，它向全世界释放了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全球 AI 产业正在加速形成中美之外的第3个绝对枢纽，而新加坡凭借着极度敏锐的嗅觉和强大的执行力，正在成为这个枢纽最有力的掌控者。过去20年，新加坡逆袭成了亚洲金融中心，未来20年，它完全有机会完成2次跃迁，成为亚洲人工智能中心。如果 OpenAI、Anthropic 和谷歌的眼光没有错，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切，仅仅只是暴风雨前的前奏。1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不是几家公司开分店的故事，而是一个彻底颠覆区域经济格局的 AI 新帝国，在这里拔地而起。最后把问题抛给大家，你觉得未来亚洲真正的 AI 中心会是谁？是稳扎稳打的新加坡？是拥有庞大工程师红利的中国？还是日本、韩国或者印度？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硬核分析。如果你喜欢这种从新加坡视角深度拆解全球科技趋势和地缘政经博弈的内容，请务必点赞、转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见。